小镇突变，海洋世界，体长40米的巨型鲸鱼，一口一个蓝胖子的鲨鱼，各种鱼类齐聚小镇夜空。难道是海底文明复苏了吗？拿着表哥去冲绳潜水的照片，小夫就要开始凡尔赛。然而还没开始炫耀自己，蓝胖子就默默地走开了，给小夫整不会了。大雄回到家，就看到蓝胖子在捣鼓道具。原来蓝胖子也是个料事如神的主。小夫炫富完表哥后，一定会说自己也将去潜水，然后寄去2照片气大雄。而大雄呢，当然会哭着求蓝胖子带他去潜水。所以蓝胖子就提前回家准备了，但地点不是冲绳，也不是塞班，而是这里，因为有模拟水面装置泵、模拟水感眼镜和旱鸭子脚蹼。蓝胖子摇动水泵，大雄吓得怀疑蓝胖子这是要放水淹家，可蓝胖子不紧不慢的让大雄摘掉眼镜，水竟然消失了。原来神奇之处就在于眼镜，没有佩戴眼镜的人不会看到水，也不会被浸湿。大雄也想帮一把忙，可一听说要摇到半夜水才能充满，立马成了泄了气的气球。但没想到这道具还有自动挡，接着2人来到空地，在树上挂上鱼食，这样鱼儿就会聚集到这里。但却有个前提，那就是在海中放置模拟海水引鱼器，碰到瓦斯的鱼就可以在虚拟水里生活了。万事俱备，只等晚上了。潜水这种好事，大雄当然忘不了媳妇儿。夜幕降临，叫醒大雄的不是闹钟，而是蓝胖子。大雄戴上眼镜，看着没过头顶的海水，差点没把自己憋死。还好虚拟水中可以自由呼吸。2人游出房间，向着虚拟水面游去。还别说，水下城市的美还真有一番别样的风味。2人重新进入水中，大雄迫不及待的就去喊上了媳妇儿。蓝胖子递上装备，3人小分队向着空地出发。此时的空地已经成了鱼儿的天堂，大雄和静香在鱼儿中嬉戏，更是可以在月光下赏鱼，简直如梦如幻。这么厉害的潜水，当然要留下照片气气小夫了。大雄3人从胖虎家路过，此时的胖虎打着呼噜都能吞云吐鱼，喝醉的老爸就更蒙圈了，是我眼花了还是水母成精了？还去求助警察寻求真相，却被警察嘲笑遇到了火星人。老爸还学着经典大片跟水母手指相碰，却被扎了个不轻。此时的小镇已不再太平，先是出租车司机遇到鱼群超车，而后是狗子遇到遮天蔽日的鲸鱼，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躺在浮毯上赏月，还有水流送来的免费椰子喝。返回途中路过勤奋哥家，大雄还不忘留步鼓励，一度让勤奋哥怀疑自己是不是学傻了。而草丛中窜出的大白鲨更是验证了他的想法。送完媳妇儿回到家，大雄发现勤奋哥他疯了，见人就说大白鲨是食草动物，还激动的路边蹦迪起来。但大白鲨的字眼却吓坏了大雄2人，2人决定恢复原状。可就是这么巧，让大雄2人遇到了，眼看2人就要变成午餐肉，但却是只可爱的小海豚。2人骑上海豚冲出水面，最后再与月亮来个肩并肩。回到家中的蓝胖子关闭了机器，恢复了原状，2人累得倒头就睡。第2天，小夫拿着鱼食准备为自家血统高贵的鱼，可迎接他的却是昨晚神奇失踪的那条鲨鱼。那么小伙伴们有记得这一集中蓝胖子一共拿出了多少件道具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可以忘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，小伙伴们最希望忘记什么呢？大猩猩、小狐狸、大熊画的爽，却不知已大祸临头。虎父的拳头让大熊落荒而逃，以为回到家就到了避风港，可老妈手中的包如同地狱使者，大熊只能跪求蓝胖子。蓝胖子这一瞧，大胆妖兽竟敢堵门，拿出遗忘草，可说还没话，自己却中了招。大熊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跑腿的命运。可蓝胖子此时，我是谁？我在哪 ？Who are you？ 虎父2人还在堵门，大熊想退缩，可身后的老妈更可怕。还好蓝胖子及时清醒，就在老妈要变一拳超人时，蓝胖子及时出手。老妈转着大眼睛，竟被蓝胖子成功忽悠，成了买菜工具人。只要闻了此草，亲妈来了都认不出。可就算神器在手，大熊依然很怂，蓝胖子只好亲自出马。遗忘草地上，外加一顿忽悠，小夫就成了背锅侠。效果这么棒，大熊他还怕啥？小夫用生动的自画像帮胖虎找回了记忆，气了大熊自己送上门，遗忘草往虎子脸上一怼，小夫又幸运的成了背锅侠，承受了2次暴击。狎子必报，小夫也蹲点守人，出其不意。大熊不幸中了招，小夫刚荣获至宝，就路遇静香前来讨债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
可小夫却递上了遗忘草，上一秒还是欠债的，下一秒就成了债主。蓝胖子上街寻找大熊，人是找到了，可大熊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。蓝胖子一声吼，才叫醒了大熊。小夫一路走，一路传播花粉，对手球队竟变成了杂耍团，就连老师都不放过。老师一时不知自己是雌雄，小夫潇洒地走出2步，就路遇胖虎，上去就是一记陈年老脚，然后再送上遗忘草。要玩就玩最大的，没想到胖虎竟是这样的胖虎。大熊2人还在寻找小夫，就看到小夫进了公园，大熊抡拳就要上，可面前的遗忘草，大熊不仅没能动手，反而先捂住了嘴。小夫潇洒地走了。人有3急，小夫来了第1急，着急回家嘘嘘，哪想一个平地摔，遗忘草当头落下。这迷人的香气让小夫忘记了再不解决膀胱就要爆了的大事。而此时敌军已杀到，看着突然喷射的喷泉，小夫终于记起来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小伙伴们最喜欢闻的花香是什么花香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小伙伴们有一双千里眼，你们希望瞭望哪里呢？自己专属的午睡营铺被霸占，大熊气得原地蹦迪，岂料大汉一个眼神示意，大熊就立正走人。小心脏刚平静，就看到小短腿多拉一蹦足足10厘米，树枝上挂水瓶，实属多拉的水瓶。但短腿为何有勇气挑战高树呢？只因水影像，倒入瓶装水后出现了水的记忆，竟是横店的拍摄现场。这简直就是各路明星站姐的必备神器啊！大熊接满自来水，一路冲上楼梯，决定吃自来水的瓜，可只看到了自来水在管道中黑漆漆的记忆。往前跳着时间，那时的水还是云宝宝，化成雨落下，渗透到土里，再顺流而下。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人，想吃的瓜这不就来了？放大再看，男孩面露悲伤，放了条许愿船，而水最终汇集到净水厂，最终就变成了家用水。大熊拿上装备，准备吃更多水的瓜，满载而归，决定从公园的池水开始。画面上出现的这人，可是抢了大熊硬铺的仇人，大熊怎会忘？再看学校旁的河水，就看到了媳妇儿。一提到媳妇儿，怎能少了静香家的浴缸水？蓝胖子嘴上说着大熊你好坏，反手就证明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两人看得满脸害羞，小脸燥热。岂料主角他竟然来了，他俩但凡有一个靠谱的，也不会连一个靠谱的也没有。原来许愿船被静香捡到了，想传达父亲病重，希望哥哥回家的信息。生死离别事关重大，可纸上只写了名字，没写住址。蓝胖子铺展着大眼睛，想起此人貌似才见过，放大之后正是此人。打出照片，决定找出哥哥。通过脸部照片处理器，决定从村东头找到村西头。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大熊的注意，毕竟这可是自己的仇人。3人火急火燎冲向空地，大汉依然霸占着风水宝地。对于大熊口中所说的事，大汉只当他们是来抢地盘的。可当蓝胖子拿出照片后，大汉终于不淡定了。可自己是离家出走，怎么有脸面回去面对父母？大熊真是又急又气，蓝胖子更是干脆利索。弟弟还在许愿，希望这份渺茫的希望可以通过这条小船送到东京。即便哥哥一事无成，那也是父亲最爱的儿子。弟弟早已哭成泪人。就在这时，哥哥出现了，擦干眼泪，终于等到了那个人。如果爸爸看到哥哥，定会病情好转。一家3口做了件好事，可静香只在意一件事，那就是当时俩熊孩子在水里到底看到了啥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哪里的水最有故事呢？